玩的东西呀、放风筝的，什么都有。我今天带着我婆婆出来，看这个推着车子的就是我婆婆了。每次出来，她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她才能出门。穿的比我还时髦。放风筝哦，他们在小朋友，哎，上面还有一个。好，唱得很卖劲哦，这个乐队。这边比较多都是这种手做的文创类的，刚才那一边是比较多吃的，这边就文创类的比较多。现炸大热浪，哦，好多人排队嘞。好可爱，嘿嘿，它想吃，这个猫咪想吃猫条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还戴个帽子。这边的树都很大了，那修剪得非常整齐，很好看哦。然后下面可以乘凉啊什么的。我的身后是一片，就是日本的那个枯山水。我不知道，大家对枯山水的这个风格有没有了解？好，沿着这个走一走。日式的枯山水很多会用在那个日式的这个庭园里面。那我猜是因为台湾在被日本殖民了51年，所以它的一些东西呢会比较偏日式的风格，也比较崇尚这种日式的，所以在有些地方你都可以看到这种比较有日式味道的一些风格。这一片不太大啊。然后它的这些树都修剪得非常的整齐，有些就是圆形的，像这个就是圆形的，然后有些呢就是方形的，看这就是方方正正的方形的，那远处那些就是圆形的。现在这里变成一个什么？就是文创的什么孵化中心。对啊。好像每一个是一个小院子似的。以前林场也是这样子啊。以前我们那个宿舍也是这样子的，只是说像这种大房子让它隔成几家是吧？大概是。这里面还蛮大的嘞。哇，这个花开的好旺啊！这个是肯定有人住的了哈，才会弄得那么漂亮。你看，哇，好茂密啊！这些老房子，这个中心新村非常的大，以前是那些什么领导啊，还有什么职工住的一些宿舍，现在好多已经废弃了。像这个也是老房子，就长在墙上，这个好漂亮啊，长得。
没有。在贵州啊，这里有一幅画。晚上这个地方要是把灯点起来，这个很好看。讲线哦，这个是好久以前的这个缝衣车。对呀。那这些老物件你们都卖的吗？这些不是卖的，是算我们的收藏。哦，就是你们自己收藏。对。那你们做这个的意义在哪里？我们这边是手作体验的教室。哦，主要是做手作，是不是？对。然后我们就是本身创办人也很喜欢这些老物件，然后买来收藏跟摆饰，因为我们这些是什么？这是一个杯子啊，还是？这是一些陶制品。是陶的呀。哇，看起来像金属的样子哎，好好看。这个我也挺喜欢这些老的东西。啊，打字机，这个你们肯定没用过，但是我年轻的时候我用过这个，就是我一开始学这个打字，学这个指法的时候，我是在这个打字机上学的，然后啪啪啪啪啪打完，拉过去。我就在你的一直看过，对不对？电视里看。我10几岁的时候，我打过这个。我刚开始学打字的时候，现在真的是已经很难找到这个东西了。真的。自己也是。喜欢这些东西。这个应该是以前这种卖药的柜子，对不对？一格一格。中药柜，对。这已经好几10年了。对啊，这个应该是好早年的时候放碗碟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家都还有。真的。这个你会称吗？它坏掉了。坏掉了。这就是我们其中一个体验课程。啊。就是做中药的汉方按摩球。哦。就是学员把它弄坏了。我也有这个秤呢，但是我看不懂这个刻度。因为它这个应该是跟你们50大陆来的哈。这个是跟你们台湾的那个单位计量单位比较一致，它1斤是16两的，但是我们1斤是10两，所以我老是搞不懂，看不懂这个怎么算不来。哇，这些植物也是哦，这样盖在里面呢。对，它就会长，就像一个生态循环，都不用浇水了。哦，不用浇水啊？那水从哪里来呢？它就在里面自然循环。哦，然后也不用空气吗？不用，它里面就有空气啦。哇，可是你盖着，你看这个塞子塞起来，这个是叫什么植物啊？蓝地卜。蓝地卜是这里特有的植物吗？就是我们在南投，对，我们在这里特别采的。哦，南投的植物。哇，这些杯子、茶杯，我对杯子也很喜欢。这边是我们最新的选物，就是有这一区是有卖的。啊。那它是我们这种应该是年轻的一个陶艺家，对，但是他很年轻就得奖了，是吧？这种比较偏日式的哈，抹茶，弄抹茶的那个。我有很多个主人杯，我自己也超喜欢买杯子。对，你，拜拜。这边种了好多植物哦。据说这边的小店很多就是这样，小而美。这边也有一个大草坪那样子的地方，大草坪有一些
桌椅休闲的可以坐。这又是另外一家省府。原来这里面是个别墅啊，好大的一个别墅哦。看不到，这边装了一些红外的。槟榔，就这个直直的是吧？跟着怎么有点像椰子树的感觉？这是槟榔树哦。啊，这个直直的也是啊。哦，一根杆子直直上去。你看这种兰花，它就是这样寄生在这些树上，它就能活了。也不用泥土什么的，到春天的时候，它就全部长，就开花了。你看，就这样长在这里，哎呀，长得很稳呐。你想扒它都扒不动，根本扒不动。哇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不知道又是什么果实。诺丽吗？哎呦，是诺丽果吗？最近我在赖上面的一些朋友呢，推荐我到曾经的省政府所在地中心新村去走走，所以周末的时候呢，我就跟我的婆婆还有我的先生 Mr. F 一起去了中心新村。那我们到达中心新村的时候，在前面有一个大草坪，很大的草坪，当时正在举办一个园游会。那在园游会的舞台，它中间有搭了一个很大的舞台，然后当时正在举办一个草地音乐会，然后在这个舞台的两边呢，有很多美食的摊位，有各种好吃的美食。中间在草地的中间呢，是有小朋友们最喜欢的一些滑滑梯啊这些项目，然后有很多的家长呢会周末带着小朋友到这边放风筝啊，吹泡泡啊，有些就是直接在草地上晒太阳，看起来非常的放松，也非常的温馨。那我们接着再往里面走的时候呢，就到了那个我被一片很大的一片的空房子包围了。这里原来呢，这里一大片空房子都是以前的员工宿舍，整个员工宿舍区绿树成荫，有很多很多的大树。我猜这些大树可能有一些真的有上百年的历史了，虽然我不太知道这些树的名称，但我知道它们应该都是那种古树。那员工宿舍的规划很整齐，每一条街道，每一条巷子，然后也很幽静。可以看到当年在这里曾经是非常的繁华，有很多人是在这边提供服务的。那今天为止呢，这里的一些房子还是有人在这边住，有一些房子已经是空置了。那有人住的这些房子，你都可以看到，就是它的前面是有一个小院子，有一个花园，然后还有停车位。在花园有些人会种一些花啊，或者是菜啊，也是看起来非常的舒服。我们在这个宿舍区里面还发现了有一些网红的孵化区，那在这些里面会有三三两两的这个小店，文创小店之类的吧，然后里面是会有一些，比如我有去了一家，它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古旧的东西，是我个人非常的喜欢。这些小店呢都是小而美，
非常的舒服啊，走在这个宿舍区里面，吹着凉风，然后散着步，感觉是非常的放松。那在广州的话呢，如果在节假日出去，很多时候你会觉得像这种景区，会觉得是人头涌涌，就是人非常多，那会有那种很压迫的感觉，就跟这里是很大的不一样啊，这里就会让人觉得是很放松啊。那我现在是有一个问题，我想问问我的 Mr. F， 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呀？好的，请说。那我想问一下，在台湾是不是还有很多的地方，像类似中心新村这种，就是它的人文气息很浓的地方呢？台湾这种的古建筑文化，确实是存在了很多地方。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是鹿港小镇，大港小镇，大溪老街，三峡老街等等等等的，数不过来了。有那么多啊？那我这个鹿港小镇是我以前有听说过的地方哈，它离我们家远吗？不远，如果我们自己开车的话，大概是1个小时的车程就可以到的。哇，那我们什么时候是不是可以去一下？那没有问题啊，只要你乖乖的。我一直都很乖，那你不要骗我，咱们就说定了啊，我们下次就去鹿港小镇好不好？好。你看这里的树上很多就会绑上这种兰花，然后让它寄生在上面，看这个都开花了，春天的时候会开得很美。这边也是，现在已经秋天了，没有很多花了。春天的时候，好多树上都有花，好美的啊！公用电话，这还有公用电话，有人会打吗？很久以前那种插卡啊、投币啊，公用电话。这里是一个车站，车站还做得蛮文艺的那种感觉哈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走回去，反正在这里慢慢的走是很舒服的，享受这种大自然很幽静、很舒服的一个环境。你看，这些树都很老、很大的树，你可以在这里坐一会儿。树底下坐一会儿，看吹着这习习的凉风，也是很惬意的一件事情。接下来呢，我想跟大家聊聊广州和台湾的一些差异点。我姑且想把这一段先叫做两岸大不同。现在有请我的 Mr. F 出场，欢迎欢迎。那我现在有2个问题想问我的 Mr. F。第一个问题是不是在台湾在周末的时候都会有政府啊，像这种政府或者是民间的组织举办的这种园游会呢？这是个好问题。园游会呢是一个慈善的活动，那不见得每个周末都能够去举办。就是他们每一次举办的时候会有个主题是吧？是的，像说为这个慈善团体嘛，他可能为这个残疾人，为某些这个需要帮助的团体，然后办一些这个募捐的活动，然后所得的话，园游会的所得就会捐给这些机构。是这样子。那第二个问题呢，因为我刚才进到中心新村里面的时候，
我是真的被一大片的房子包围住，而且是这些房子很多是空置的，是非常的震惊啊。那我就在想，如果是像我们如果想去中心新村租这个房子，或者是买这个房子，可以吗？目前的话，机会是很渺茫的。因为这块土地呢，还是属于政府的，政府可能有它另外的用处，那所以它可能没有对外租售，所以我们要在这里居住的话，可能还要等一段时间吧。那真的好可惜呀，这样子。那接下来因为我是来自广州，那我的老家是客家人，所以广东话和客家话都是属于我的母语。那据我所知，现在在广东话在全世界的话，它的覆盖力已经几乎要跟国语是差不多了。所以我也很想在这里呢普及一点点的广东话和客家话，来看看跟台语有多大的差别。那 Mr. F， 我现在想问一下，中心新村台语怎么说？中兴新村，中兴新村，对不对？差不多。好，那这中心新村如果用粤语说，就是中兴新村啊，中兴新村。好，然后用客家话来讲呢，就是中兴新村。中兴新村，你学会了吗？然后第二个单词是我因为在进去的时候看到里面有很多的花园，很美啊，所以花园这个词台语要怎么讲？花园。花园，这个发音好大的区别啊！花园啊，广东话呢，花园怎么说呢？叫花园。云就是这个降下去的音，花云。那客家话的话，花园是说花人，花人啊。第三句话，我们等一下要去吃饭了，我们去吃饭要台语怎么说？咱来去吃饭啊！咱来去吃饭啊！我讲的准不准啊？那这句话用广东话来说要怎么说呢？广东话说我哋去食飯啦，我哋去食飯啦。如果用客家話呢，客家話是說俺來去食飯了，俺來去食飯了。好，你學會了嗎？那今天以上的一些言論呢，都是我个人的一些个人观点哈。那文化不是很高，那水平知识也很有限，所以呢，也欢迎各位粉丝好朋友在留言区里可以给我多多的指导，让我更多的去了解台湾。那这个视频到了现在是到尾声了，那我也来一点小小的剧透。下一期呢，我会带大家到中国大陆西北甘肃的一个景点，非常漂亮的一个景点去走一走。